中国占便宜的时代结束了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赤裸裸的现实。9月23日，在纽约的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，中国国务院总理亲口承认，在当前和未来的 WTO 谈判中，中国将不再寻求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。听懂了吗？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里赖以薅羊毛的保护伞彻底没了。几十年来靠发展中国家身份享受的关税优惠、补贴豁免、履行义务延期，统统将烟消云散。一句话，中国的便宜时代戛然而止。还记得这几年中国的表情吗？一边高喊厉害了我的国，一边摆出发展中国家的可怜模样。GDP 全球第二，制造业产值全球第一，外汇储备长期世界第一。与此同时，又拿着发展中国家的标签在 WTO 讨价还价。比如，中国在非洲大撒币，光在“一带一路”上累计投入就超过1万亿美元。世界银行2024年数据，却在谈判桌上哭穷，我们还只是个发展中国家，需要特殊照顾。讽刺吗？特朗普在2019年就怒吼过，美国从未接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说法。而如今，中国总理这句话等于承认，老川当年骂的没错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称号的变化，但真正可怕的是，背后隐藏着中国巨大的经济困境。公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已有32个国家宣布将从2024年12月1日起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。仅在欧洲市场，中国商品的出口关税平均将提升3%至12%，意味着数千亿美元的出口额面临成本骤升。中国出口在2024年已连续第3年负增长，全年降幅5.6%。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发展中国家身份的丧失，意味着中国在难为巨额补贴辩护。过去10几年，财政部数据显示，中国政府给国企和出口企业的补贴总额高达每年2万亿元人民币。这些补贴支撑了中国的低价倾销，让钢铁、水泥、光伏、电动车在全球市场肆意扩张。可现在，一旦被当作发达国家看待，这些补贴将被视为严重违规，各国的反倾销、反补贴调查会疯狂袭来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。2024年，美国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直接加到100%。欧盟也对中国光伏板和新能源车启动反补贴调查，预计额外关税将在20%至40%之间。印度、墨西哥、巴西等新兴市场纷纷对中国钢铁和纺织品启动反倾销措施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了发展中国家这个遮羞布，中国的一切补贴、倾销都赤裸裸地站在聚光灯下。过去，中国还能一边唱高调，一边靠身份占便宜。如今，这条路彻底堵死。这不仅仅是关税的增加，而是一场系统性冲击。出口雪崩，2024年，中国出口总额3.4万亿美元，其中60%依赖欧美市场。若普惠制和特殊待遇消失，根氏单例预测，中国未来3年出口或将减少6000亿美元。就业危机，中国约 1.8 亿人口依赖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就业，出口下滑意味着数千万岗位岌岌可危。外资撤离，2024年，中国吸引外资同比下滑 8.2%， 这是近30年来最大跌幅。身份丧失后，外资更无理由将中国当作低成本避风港。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。中国不是被导弹轰炸，而是被规则精准狙击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些年的表演。他们一边高喊中华民族最伟大，一边又要求受到不公平对待，既要自尊又要特权。这种双标，正如学者贺江斌所说，是一种巨婴心态。你 GDP 第二，
外汇储备第一，对外撒币是世界冠军，可一旦谈到规则和责任，就哭喊自己是发展中国家，这是国际社会最不能忍受的地方。当一个国家既要当阔佬，又要装穷人，最终的下场只能是被扒光衣服，赤裸裸地站在审判台上。失去发展中国家身份，意味着中国未来要在国际舞台承担更多义务，在减排碳排放上要和欧美同台竞技，在补贴争端上没有豁免权，在市场开放上再无拖延空间。这对已经深陷债务泥潭的中国来说，无异于釜底抽薪。2024年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突破97万亿元人民币。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出口萎缩，消费疲软，每一根稻草都压在中国的背上，而现在又多了一块沉重的国际规则石板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梦碎了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场没有退路的国际经济博弈。如果说过去中国还能靠发展中国家身份打太极，那么从现在起，中国要面对的是赤裸裸的现实，没有遮羞布，没有回旋余地。这不仅仅是一场身份的丢失，而是一场系统性危机的开端。出口是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支柱，房地产崩了，基建透支，消费不振，唯独出口还能在全球市场勉强支撑局面。然而，失去发展中国家待遇的后果是全方位的打击。2024年，中国对欧盟出口5580亿美元，同比下滑 7.2%。如果额外关税全面生效，预计2025年全年出口还会缩水 15% 至 20%。在美国市场，中国出口额已跌破4000亿美元，较2018年的峰值5500亿美元暴跌30%。东南亚、印度等本该是中国替代市场的地区，也在推高关税，扶持本土产业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正在坍塌。而最惨的不是企业，而是数以千万计依靠出口产业链吃饭的工人。据国家统计局估算，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大约 1.8 亿，他们集中在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这些出口大省。一个现实场景是，在广东东莞，2024年已经有超过4200家中小出口企业倒闭。在浙江义乌，纺织和小商品出口锐减，当地媒体报道，不少工厂主宁可关停，不敢接单，因为利润被关税和补贴取消吞噬殆尽。在福建泉州，鞋服企业的订单流向越南、印尼，工人被迫返乡，返乡潮已提前到来。当关税增加，补贴失效，订单外流，意味着一大批世界工厂的工人将直接失业。失业率有多危险？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5.2% 至 5.5%， 但国际投行高盛估计，中国实际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 45%。一旦出口链条断裂，这个数字只会更可怕。对外资来说，中国失去发展中国家待遇，不仅仅是少了优惠，而是彻底丧失了投资吸引力。2024年，中国的外资净流入仅3300亿美元，相比2017年的超过8000亿美元，缩水一半还多。日本在华投资下降 40%， 韩国下降 35%， 美国下降超过 50%。苹果、三星、耐克、阿迪达斯等企业已将部分生产转移至越南、印度、印尼。数据残酷的让人窒息。麦肯锡的报告指出，到2030年，越南的制造业出口规模可能达到6000亿美元，几乎相当于中国今天的一半。这意味着世界工厂正在搬家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国际贸易层面的事，错了，这背后牵扯到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生死。地方债截至2024年底，
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97万亿人民币，其中一半以上依赖土地财政和出口税收来维持。出口下滑，地方财政雪上加霜。企业债，中国国企和大型出口企业的债务高达130万亿人民币。如果没有补贴，这些企业的利润率将瞬间跌至负数。房地产本就陷入冰点的房地产市场，更难依靠出口外需来托底，恶性循环形成。一句话，没有出口，债务雪球就会更快滚爆。失去发展中国家待遇，对中美谈判意味着什么？过去，中国还能用我是发展中国家这块牌拖延时间、模糊责任。现在牌没了，中国只能硬碰硬。美国提出的条件是全面开放市场，减少补贴，接受更高的环保和劳工标准。中国若答应，等于彻底掏空本国企业；若拒绝，关税和制裁只会更狠。这就是所谓的无解局。事实上，中国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态，本质就是在中美峰会前的投名状，告诉美国中国愿意让步，求一口喘息。但问题是，美国真的会心软吗？回头看看过去的例子，2019年，中国签了第一阶段协议，答应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，结果只完成不到一半。美国早已对中国的承诺失去耐心。如今，中国再怎么让步，也很难换来真正的信任。最终，所有的冲击都会传导到老百姓身上。工人失业，返乡潮汹涌，农村经济承载不了那么多人。中产阶级财富缩水，出口企业的倒闭潮将带来大规模坏账。青年人彻底陷入无业无房无未来的恶性循环。这些并不是遥远的预言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2024年已有大量视频显示，在浙江、广东，成群工人聚集在厂门口讨薪。更多的年轻人选择摆烂，不工作、不消费、不结婚，整个社会的气氛越来越冷。而这只是发展中国家身份丧失带来的第一个震荡波。中国赖以占便宜的时代真的结束了。没有了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伞，中国将不得不以发达国家的身份接受最残酷的国际竞争。问题是，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承受力根本没有做好准备。未来几年，出口会下滑，外资会逃离，债务会爆炸，失业会蔓延，社会矛盾会集中爆发。一个曾经自诩世界工厂的国家，将在规则重压下艰难喘息。